新老朋友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小郭工作台。今天带来的是领袖纪元的镇天尊配件包，它由45个零件组成，组装以后一共是35个零件，其中包括8个手部零件、17个躯干零件以及10个脚部零件。好的，我们来看到领袖纪元的镇天尊。虽然现在才到7月份，但这个玩具必定是今年的10佳之一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已经发售4个月左右了，所以也不用我过多介绍，相信大家该包浆的都已经包浆了。这款玩具就是2个字：扎实。整个玩具特别的沉，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偷胶的部位。我们用赛博坦的单位来衡量一下，假设86清扫机的完成度为一个标准长度，毁灭擎天柱大约是 1.5 清扫机，镇天尊的完成度至少是3清扫机。所以说，如果清扫机是个毛坯房的话，镇天尊至少是自带精装修了。我原本只打算对它有限的几个空洞进行补充，让它整体看起来更完美一点。毕竟现在市面上镇天尊的模具并没有 MP 级别的。但是后面越补就越停不下来，并不是说这只玩具有缺陷，而是这只玩具对我们太友善了。它身上大量的空洞位置并不会被变形的逻辑所占据，你可以在里面尽情发挥想象力。所以给它设计配件包的过程就慢慢从补洞变成了寻找乐趣。我想尝试着给它增加一些新的玩法，看看能不能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进行配件包的安装，我们也分成3个部分进行，先是手，然后是躯干，最后是脚。手部零件基本都是插拔安装，先从这个孔开始，请大家注意对应的花纹，直接按压进去就行。然后是上臂的这个空洞，对应的是这个零件。拳头下方这个空洞呢，也有一个补件。最后我们来装手肘这个零件，这个零件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朝向，上方凸出来的一节这里呢是朝向手臂的上方，我们把它这样子斜着顶进这个空洞里面去。这个地方有点不好操作啊，顶进去以后把翘起的这一头再压进去 ，OK， 里头也封起来了。接下来安装身体部分的零件，首先是裙甲，把这个裙甲打开，露出里面的空洞。拿出我们的零件，注意看一下，它后方是有一个左右标识的 ，L 就是左边的裙甲。然后呢，它这个管子前面一节比较短，后面一节比较长，短的这节是朝着人形的前方，然后直接压进去就行了。OK。接着我们把这个背包给拉开，露出这个空隙，然后掏出这个零件，直接压进去。再扣回来。接着是后腰上的这2个螺丝孔，用的是这个零件。上次用这个造型也是一个坦克，就是之前的撞针配件包，现在都已经过去好久了，直接压进去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这个螺栓它的朝向就随便啊，就好像是最后拧螺栓拧到哪里是哪里这种感觉，增加一点随机性，这样子每个人的镇天尊都不一样。然后我们要填补的是后腰的这2个空洞，所以我们要先用变形呢，把这个后腰给展示出来，大概展示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零件塞进空洞里面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对称的安装，尽量压进去一点，到位。这个地方是一个2段的配件，就是我们安装完内构以后呢，还有一个盖子，也就是这个黑色的零件，我们再把这个口用盖子堵上。接下来是前胸内构件，这个零件在安装之前要组装一下，这个是内构，这个是盖子，把它侧面打横。我们可以看到盖子侧面是有一个轴的，我们把盖子的下方这个抓手呢，朝着这个空洞伸过去，然后这个轴呢，朝着这里的这个孔形，这样子套进去。好，盖子就从这个地方伸出来，它是一个可以下压也可以打开的机构。另外一侧也是对称的安装，把盖子的抓手朝着这个孔伸过去，然后注意这个柱子呢卡在中间的这个凹槽，这样伸进去。好，检测一下功能，这就 OK 了。
它们对应的位置就是胸部凹陷的这2块位置。注意这个是分左右的，这个圆形的纹理是在它的右胸，直接怼进去就行。另外一个键就在左胸，同样的安装。那么这个地方就带了一点小功能，就是这个内购是可以盖起来的。最后我们还原镇天尊的背包，这个零件先把它的盖板打成90度垂直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个6角柱，它对应的是镇天尊原来背包的这个6角孔，一边一个，这个片就贴平它原来的背包。稍微对齐一下，收拾一下它的背包。最后一个躯干的零件就是这个，它是它头后面这个螺丝孔的读孔键，直接压进去就行了。这个键不会到底啊，从侧面看一下，它大约是顺着头顶的这个弧形，然后一路往下的，高度正好贴平这个键转下来的位置。整个躯干的零件就装完了。好，终于来到腿部零件的安装。首先是小腿的盖板。在下方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对应的凸起结构的，对应的是这个中央的凹孔，把它直接压下去，要用一点力，先对准。压下去以后呢，这个盖子是活动的，注意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点的，它对应的是这个凹洞，把它稍微用力点压下去。好，小腿盖板就到位了。接下来是这个零件，它对应的是膝盖后面的这个孔。这个零件比较小，装起来要一点耐心。因为手太大了，放不下去。OK， 先对准，然后再整个压进去。完毕。剩下来的3个零件都是脚掌的，首先是脚尖，把这个零件直接对应位置压进去就行。接下来是这个零件，这个零件要装在脚掌的外侧，也就是现在是左腿，那就是靠左侧。注意看这里有个骨位，对应的是这个零件上面这个地方的这条凹缝，把它对着这个缺口放下去就行。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安装顺序啊，这2个零件要先装，然后再去装脚掌的零件。如果先把脚掌零件给装了呢，这个零件因为伸出的这一节会被挡住，就非常难装了。先装1、2。最后留出这个空洞，装最后的零件。OK， 还差一步我们就大功告成了，也就是安装这个脚掌键。在安装之前，我们先要测试一下它的功能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推位，我们把手指抵在这个推位上，往这个方向用力，测试一下它的功能。第一次会比较紧的，推进去以后呢，2侧会自动立起来，这就是完到了。然后我们手动进行复位，也就是抓住2翼。帮它展开的同时，把整个这个滑槽结构给复原，回到这个位置，可以多推几次啊，让它顺畅一些。测试完成，然后我们进行安装。为了不干涉，我们需要把空间给脚掌腾出来。这里我们进行一个小变形，把这侧打开，主要就是要把这个履带呢给它让开。然后呢，这个框脚框可以把它打斜，这样子的话，整个脚掌的后侧就空洞一览无遗，就不干涉安装了。看回我们的脚掌键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凹槽，对应的就是框这个凸起。然后在脚掌键后面的挂钩这里也有个凹槽，对应的是框上面的这一个凸起。我们现在把空间让出来，然后把脚掌键这样斜插着穿过下面的整个空洞，前面的这个凹槽呢对准这个立柱，整体穿过去，注意整个脚掌要立于内侧的这圈骨位之上，这样子穿过去以后呢，对准位置，后侧的这个空洞呢也对准这个柱子，然后呢借一点塑胶韧性，这边往上压，这边往下压，整体把这个脚掌装进来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安装好以后，脚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可以看到这个凹槽就对准了框的内侧的骨位。然后这个凹槽呢就对准了框外侧的骨位，整体就定位成功。安装完毕，看效果前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镇天尊的设计风格。
这个角色他跟元始天尊是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，属于是赛博坦的神话人物。创造世界的元始天尊实在是工作太忙了，大事小事身边事都得自己干，所以呢人手不足。某一天他灵机一动，就把自己炼化那个工具的炉子给它附上了灵力，幻化成了一个终极的社畜。从此呢，这个熔炉精就过上了007辛苦生活，最后跟老板闹劳资纠纷，而且呢理念不合，转头就去了竞争对手那边。以上剧情都是我瞎猜的，但我感觉设计师的灵感肯定来自于火山口或者是铸剑的剑炉之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古剑奇谭3啊？里头有一个剑炉的梦境，我感觉把震天尊直接立在那个背景里面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神话时期的人物都有自然的特色，天地初开，文明都还在孕育之中，所以万物呢都是直接从自然里面取材。震天尊它整体的这个质感就像是那种火山地带的那种黑铁、岩石、矿石，然后它身上的这些能量、火焰应该对应的就是不时的从那些缝隙里面渗透出来的岩浆。当元始天尊对这个天然的熔炉进行点化的时候啊，给他身上刻下了刻线，然后刻下了符文，使它产生了激活，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所以设计这组配件的时候，不管是人形还是坦克形态，我都把这个震天尊看成是一个运转的熔炉，外壳坚硬粗犷。这个外壳既要把能量封锁在它的体内，又要提供适当的出口，让过剩的热量溢散出来。而坚硬的外壳之下呢，是冰冷的赛博坦机器骨骼，支撑起它的各种动作，同时为这个熔炉里面的能量传导提供各种管道，像动脉一样把这个能量送到它全身各处。我们同样还是从手、躯干、脚这个顺序来看一下安装完以后的效果。手臂的外侧在这个空洞位置填补了这块进气格栅，这样子在它使用手臂的时候呢，多余的热量会从这些格栅里面散出去，不至于过载。手臂内侧有3个零件，采用的都是统一的金属灰色，体现的是金属内构在这个外甲的缝隙、在转角、在关节这些地方裸露出来的感觉。上面的设计元素尽量都跟本身的这些元素相一致，而且花纹呢，在这些地方注意了它的连续性，让它整体更融合一些。看到躯干部分，先看裙甲，我们填补了这一处空洞。这个件的造型是从它前后的这个已有造型里面想象出来的，中间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感觉这有点像那种震天尊在外头它的火力补充，或者是能量棒，或者是备用物资。总之呢，是一个从前到后贯穿的有能量的管状结构。然后就到了背部的背包部件，也就是这一块。根据我们前面描述，震天尊背着的这一个熔炉其实才是它的本体，所以这一块配件的刻画应该是重中之重。玩具原本的背包只比身体高出了一点点，但是根据漫画，这个背包的位置应该更高。安装以后，人形的大体效果就是这样。细节有些看不清，我们把前面的部分变形挪开，扒近看一下。我们背包顶端的形是跟着漫画的设计走的，里面的细节发挥了一些自己的想象空间。因为有巨大的火焰从里面喷射而出，所以两个端口我们参照了一些飞机引擎、宇宙飞船喷口的设计，让人看到这个造型就能产生联想。在两个板相接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又模仿了它本身坦克的一些细节，产生那种犬牙交错的感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背包的这两个补件占据了原来装小火焰的那两个六角孔，所以我们在背包的补件上面呢，添了两个新的圆孔，这两个圆孔一样可以放之前的火焰键，大体效果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能量产生以后呢，就该进行疏导，所以背包内部以及背包附近都应该有大量的疏导管件。我们接下来的几个配件结构就交代了这个功能。一个是背包的侧面，把背包打开，能够看到这里有进行传输的管状结构，拉近看一看细节。另外一个体现传输结构的地方就是腹部的背面开始的那两个空洞，也就是我们填了这个二段配件的位置。这个地方
如果加外甲的话呢，就是手部栓格门散热的这种感觉。如果想直接展示内部构造呢，就用这个手指顶住栓格门，这里有个把手，是给你用力的往外拉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盖子去掉。最后想展示哪个形态就看您喜欢。都去掉以后是这样一个效果。至于胸部的这两个填充件，刚才安装的时候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，这里就跟原装的状态做一下对比，就不赘述了。最后来看到腿部的配件，这是小腿的盖板，还是一样的原则，元素尽量一致，然后纹理流畅连贯，尽量融为一体。这个是膝盖后侧的补件，做成了一个液压杆一样的感觉来连接大小腿。这个件呢不会影响屈膝。然后看到脚掌，我们已经把开始的这个空框给完全填满了，所有的零件都采用了金属灰色来模拟一种机器人的铁脚掌的感觉。里面的纹理尽量跟周围的连接顺畅，让它不至于太违和。同时加了一些机械的刻画，让人感觉这里面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机器人的功能在里面。在中间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开了一个孔，从里面透出一些黄色的能量，也就是模拟它身上的这种能量外泄的这种感觉。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配件包参与变形的过程，整体的逻辑还是不变的，只有中间的细微步骤进行了调整。首先还是一样，把背包给它这样解开，两个往上，然后手臂释放，头这一块给它挪开，手臂的这块盖板下压，然后整体的这两块盖板内收，头整个抽出来，旋转180度，再内扣，然后释放胸甲的这两块履带，整体释放出来，再把上面的履带盖板内收180度，下面镜像的变形。在这一块变形的时候，我喜欢把胸部盖板这样打开，因为这样显得就是整个履带里面的内部机构都给它填满了，像那种发动机的剖面图一样。然后把盖板打下去，盖住，盖住。背包增加的这个零件呢，这块盖板上旋90度，打平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头部旋转180度，然后整个头部件下来，放到两个背包件的中间。这个时候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两块盖板是多出来的，所以在拼合整个坦克头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两个盖板的臂位要跟这个东西互相错开。我们可以先合一边，让这个盖板能够搭在头部的这个连接杆上面，压在上面，不至于掉下去就行。另外一边也是稍微避一下位置，然后注意卡扣，这样合上。翻折小腿盖板，这个尖角是扣位，我们在这个位置用力。这边也是一样，镜像的变形。小腿骨折变形，这个地方注意用力要柔和，避免白痕。动作可以慢一点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再来一次。OK， 小腿内旋180度，松开盖板，避开脚掌，拉开履带，脚掌复位，躺平。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联动机构吗？现在就是使用的时候了。这里有个推位，我们把它往下，使纹理从脚掌的状态切换成一个内部发动机的状态，履带内部的动力装置。我们大概看一下细节。好的，盖上履带，轮胎跟发动机连接起来，变形出发。另外一侧镜像的变形180度，打开臂位，然后履带打开，回位，躺平，联动，盖上。OK， 下盘旋转180度，把裙甲推到对应的空隙里面，把这块板释放出来。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卡槽和下方的这个柱子把腿固定住。另一条腿也一样。把手臂上的这两个柱子插到这两个对应的孔里，定位炮台。
接下来的变化跟之前一样，这里就不演示了。变形完成，在坦克形态下面，那些被填补的空洞也有体现，比如说小臂内侧，比如说膝盖后侧、腰部后侧、脚掌以及小腿盖板。我们把小腿盖板做成变形的时候，顺应这个坦克形态的走势，从后方看就像是增加了一对装甲。当然，坦克形态配件包最主要的作用是遮盖头部，把这个炮台旋转开来。之前没有配件包的时候，缺乏这2块盖板，我们会很容易的看到它的脸。现在增加这个遮盖以后呢，虽然还是会穿帮，但是从大部分角度看，你都找不到它的头在哪里了。当然，你如果把这个炮台移开，然后角度打低，从这个缝隙还是能看到一点的。另外，头部后面的这个堵螺丝孔件呢，就让坦克正脸没有那么露怯，不会从这里看过去看到一颗螺丝，显得玩具感很重。火焰也可以照样加上。好了，这就是郑天尊配件包的全部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配件包再见，拜拜。